我报名啊，一个人敢若爱一千块代表，下门交工4暝，食好住好，搁好佚佗，包食包大，包无人机，搁包车，住5星级饭店，搁送一顿 W 饭店的高级 buffet。各位朋友，做伙对我来见证。本期节目由爱回收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穷鬼。这次太扯了，台币1000就能去厦门玩5天4夜。我这次参加的团，一个人真的只要台币1000。重点来咯，全程住星级饭店，还去 W 饭店吃能跟台湾想 PK 的高级自助餐 buffet。不仅餐餐全包，这价格居然连机票、小三通船票跟在地交通都包在里面了。行程也是丰富到不行。我们去了泉州看在地古寺开元寺，参观东西塔，拍出像黑悟空一样的石狮照，去了最美海上寺庙珞珈寺，求心灵平安，甚至连超红的打卡点巡捕村都去了，带上簪花拍照惊艳全场。接着走访传统街区五殿寺，造访世界文化遗产华安土楼，还去看了国际马戏秀，最后回到厦门市区打卡城市街景做收尾。而且我们的每一餐哦，餐餐全包，每一餐都是在地餐馆，天天跟餐厅为伍，简直饱到快要受不了。但这个旅游团只要1000，难道真的完全没有问题吗？你不会觉得拍谁？快点啊！你不要让人家导游这么为难。这趟旅游团买的东西根本超过团费了。接下来，各位一起跟着穷鬼打开这趟惊吓 Plus 的序幕。第一天的行程是搭飞机到松山机场准备出发。这次的旅游团是跟先行旅游报名，这次的大礼包只有护照套，没有送网卡。先行旅游在国内旅游部分做得很棒，同时也有做国外旅游团。大家好啊！穷鬼爱旅游又来了。这次我参加的是一个人只要1212的惊吓5日游低价团，全程吃好住好玩好。本来我妈要一起来的，结果阿嬷在浴室摔倒，连夜带她去急诊室以后，我妈现在要照顾阿嬷，就派我一个人代表参加了。各位，我在第一次的影片曾拍过厦门团，你们可以去看，但我那次失败了。也谢谢各位支持，设备升级、画质升级，也有机会能回来重拍。所以这次影片我叫惊吓Plus。在机场集合时，领队跟我说这个是购物团。听他说完，我赶紧问老妈什么是购物团，毕竟穷鬼第一次参加购物团，有点紧张。接下来就准备搭飞机到金门，搭的是立荣航空。最后我们要从金门到码头，准备转搭船到厦门。哇，金门的新码头比起之前漂亮许多，整个装潢后就气派很多。虽然整体装潢新，每一处都有充电插座、饮水机，但很多地方就是没有之前旧码头那么方便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搭船前往厦门五通码头。抵达厦门五通码头以后，就准备出海关。出码头以后，就跟导游相见欢。然后迎来我们的第一餐，这第一餐厦门风味也是色香味俱全啊！看了食指大动，吃得真开心。吃饱喝足。原来我们全团只有8个人，一个人可以坐6个位置了呢。导游在车上每人发1瓶矿泉水，还送每人1份板树饼，欢迎我们来到厦门。这见面礼真的满满情绪价值，把我们的旅游体验提升至最高，顺带收走我们的台胞证了。是的。这几天我们都没有台胞证。我们去的晚上住的地方叫泉州，也是一个地级市。由于明天的行程都是在泉州进行，所以晚上拉车到泉州，住这间星级饭店石狮名声博尔曼。他们的饭店设施有健身房，还有游泳池，其实这样就足够了。有些设施要收费，但其实只有住1个晚上，用不到那么多设施。准备好了吗？饭店开箱环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间哦。那个导游说他已经把那个要付费的那些都搬掉了哦，就是我们就是要付钱的那些饮料啊，拿走的他都搬掉了。我们现在留下来的有咖啡、茶包，哇塞，餐具蛮多的2瓶水，这免费的哈，冰块桶。
哦，吹风机在这里面，冰箱好空的，行李架。衣柜哦，还有最重要的哦，大陆都会配这个啦，逃生面罩。还有这个拖鞋、洗衣袋，他们的袋子。哦，他们有他们自己饭店的雨伞这样子，哦，烫衣的。浴缸哎，透明的哇！如果不想被人家看的话，这边好像有哦。不想要被看的话，它可以直接降下这个窗帘啦。毛巾啊，哇，大浴缸，正常吗？好，正常。好啊，浴室备品的部分有。哇，这肥皂看起来挺高级的。水龙头正常吗？有，正常。OK。啥？哦，润肤乳。那他们备品都在这里了。牙刷、牙膏、梳子哦，这些都有。一下，牙膏，还要多付一个，可能之前房客不小心移下来。浴帽，厕所，马桶，这有点歪了，看一下正不正常。哦，听起来水压不错。强，哇塞，哇，这个浴室，洗头发的啊，沐浴乳啊，全部都在这里面，小凹槽里面。看一下正常吗 ？OK， 正常，挂回去了。哇，这个是算2张单人床吧？电视，看不太到，算了。哦，偏软哦。电话，哦，国际充电头啦。哦，那这样自己的插头也可以用。哇塞，他给的插头蛮多的哦。行政办公桌，哇，网椅呀、这个梁啊可以，2张小椅子啊，经典的来了哦，可以看见整个石狮市的夜景哈，街道什么都可以看得到，一整个大面窗这样子，可以啊。好，那就开箱到这样，各位晚安，明天见。搞炸，第2天开始了。这间饭店着实令人惊艳，虽然我妈不来，团费不退还，但我可以享受一整间房间，真爽。先来开箱饭店早餐吃什么？不得不说，民生博尔曼相当有品质，早餐自然也是一流。不过今天早上8点半就要出发，着实赶了一点。等于我们住的饭店虽然都住很好，但都是睡一个晚上没享受到就要走了。哎，接下来讲今天的行程。我们第一站就要去海上寺庙珞珈寺，建在海上的寺庙。接着要去武殿寺，体验闽南风情的建筑群，拍拍完美照。
还有到网红景点巡捕村体验簪花，最后到开元寺看看东西塔，拍拍照，然后那边还有著名的西街市集可以逛，然后就是我们最期待的 W 饭店自助餐，吃到爽，吃好吃满哦。同时晚上还塞一个景点，让我们到集美大学学村看龙舟池。完美结束整趟行程以后，就回饭店喽，吃饱喝足，各位我们出发。因为要换饭店了，所以行李通通都要上车。我们的每一个景点，导游都会尽责的讲解，卖力的讲解，让我们有深入其境的感觉。海边每天都会涨，每天都会落所以这个庙还是蛮神奇的还是蛮神奇的那么有上千年的历史唐朝末年就开始修建当然号称最美海上寺庙的珞珈寺，听起来是不是浪漫到不行？感觉随时会有神仙飘出来。现实是这海风大到能把你的发型直接吹成鸟巢。它本质上就是建在礁石上的庙，来这里看景得拼人品跟朝夕表。退潮来，你只会看到一片烂泥滩。不过有一说一海浪拍打墙面的时候，确实有种与世隔绝的苍凉感。这里的付费摄影师明码标价，换作是平常来肯定被约满了。但现在下雨，找他们来拍还挺方便的，就不会到处人挤人。不过这边免门票，厕所也不用钱，这点我给过。各位有没有发现，中国大陆的寺庙里经常可以看到插满或挂满5星旗？这其实是因为中国官方推行的4禁政策。这项政策强制要求所有宗教场所都必须把这4样元素引进场所内，所以寺庙内挂国旗并不是宗教仪式，而是政策规定下的结果。我们上车前往下一站。大家好，大家好哈！我现在来到这个厦门的武殿寺这里哈，那现在下雨啦，然后天气比较不好，但没关系啦，这边还是很有晋江市特色的一个小镇。这个景点是免费的，那而且还有厕所也是免费的。那导游在这边只给我们差不多50分钟的时间，那等一下就直接走路过去，这边附近就有餐厅，就直接在那边用中午饭这样子，直接吃午餐啦。晋江武殿寺。主打一个闽南传统红砖建筑群，老实说，这地方就是披着古迹外皮的高级商业街。你看这些老房子里卖的是什么？精致下午茶、蜜雪冰城、高档文创。对我们这种观光客来说，这里其实就是个免费的户外摄影棚。但现在又下雨，这里如果是天雨路滑的情况下来逛，是超级不适合的。但也正因为这种天气，人比较少，也比较好逛。跟着旅行团来这边拍拍免费的大片还可以，真的要坐下来喝杯完美咖啡抱歉，我宁愿去巷口杂货店买瓶矿泉水。不过他们也挺国际化的，他们地图的语言有中英、日韩以及阿拉伯语。逛完武殿寺，我们的午餐也在这附近用餐，直接走路过去集合就好。又是餐厅，午餐就是在这边吃饭，餐餐都有啤酒饮料配。不得不说，低价团吃的还不错，不过少吃一点。晚餐就是 W 饭店自助餐了，吃饱喝足，前往下一站。来了，全网爆红的巡捕村。各位，这里现在不叫渔村了，请叫它兆丽影量产工厂。你看看这满街都是带着簪花的网美，这就是最极致的情绪价值变现。花个几10块人民币，体验流水线般的妆发服务，每个人走出来都以为自己是古装剧女角。这一条街全部都是簪花店帮你做妆发造型的。不得不佩服这村子的商业转型，堪称教科书级别，一条龙的拍摄产业链，靠一个造型养活了全村。但其实这里，我说实在话，就是一个免费的景点，来走走踏踏实还行。它唯一的套路就是你要打扮成这样的话，只是要请店家帮你弄，要花钱而已。但讲真的，这边跟泰国郑王庙比，也许郑王庙还略胜一筹。
光进去找到这间庙就要走曲曲绕绕的小巷，有够别扭。但还行啦，这边不用门票，是免费的。逛了个寂寞，来，请大家喝东方树叶乌龙茶。我们上车前往下一站。这就是泉州最有名的开元寺。网络上说这里充满千年古刹的禅意，但你看看这第一人称视角，禅意我是没看到，几道怀疑人生倒是真的。这2座东西塔确实是硬底子工程，几百年大地震都震不垮。这里会有摄影师帮忙你拍照，现在他们流行黑神话悟空，他帮你拍完以后，会用豆包 AI 帮你生成黑神话的背景。也是可以跟他花钱借道具，然后你在旁边拍，也挺便宜的。这边想省钱，就是找个旅伴互相帮忙，然后跟摄影师借道具，之后回去用豆包 AI 生成就好。不过来到这里，与其挤破头去求神拜佛保佑发财，不如多逛逛走走，把这地方摸熟。这边也是免费的景点。各位，我们现在在开元寺这里哈，那导游这边给我们差不多有1个小时半的时间哦。那前面会先听他解说开元寺的东西，然后就让我们到处逛，然后拍个照这样。好，那佛像的话是尽量不要拍照啦。哦，啊你爱拍不拍我随便你啦，我们不管你。好啊，反正就是说这边很大的，然后景点也免费，也有公厕，然后就是说也有人可以帮你拍照哦，就。意思收个费用这样子啊！现在我背后的这个是它的东西塔，我忘记了，算了随便。那等一下外面还有西街那边可以逛，就上链接啦。从开元寺好不容易挤出来，迎接你的就是泉州号称必逛的西街。换作是平常天气好又放假，这人潮根本不是你在走路，是后面的人在推着你走。网络上那些岁月静好、端着咖啡跟东西塔同框的绝美文青照是怎么来的？直接帮你拆解这里的景观商业学。你抬头看两边那些楼顶，想上去拍那种无死角的完美照片，前提是你得先去他们店里点一杯30-40块人民币的网红咖啡，买的不是饮料，你买的那张是天台的取景权跟入场券。这就是把免费古迹变成私有财产的高级变现手法。街上这些号称100年老店的特色小吃，肉粽、面线糊，现在人潮看起来还好，根本就是没人。但换作是假日或平日好天气，那可怕的排队时间成本跟观光客议价，老实说，性价比早就被稀释掉了。啊，说了这么多，待会就要上车了。一听到待会要去 W 饭店吃自助餐，我就超兴奋的。哇，终于到最期待的时刻了，等一下就要在 W 饭店这边吃自助餐了，爽！W 饭店自助餐，终于要到最期待的一餐了，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一顿也要价不菲哦。我们吃的时段又是晚餐，晚餐一个人就要台币1200左右，直接超过我们的团费。一人一小盒鱼子酱配饼干，有够开心。来，粉丝们先吃，而且一个人还配一个火锅，这火锅质感看了就高级。现场还有各种配料、各种配菜，随便我们夹，各种火锅底料啊。尤其海鲜类还有现捞现煮，有够新鲜。饮料、酒类、肉类、熟食。甜点，还有现点现做。这里的食物应有尽有，不愧是能跟想想 PK 的自助餐。这边真的要跟大家平反一下，大陆虽然有科技与狠活，但也有真材实料。吃了这一顿，实在有点愧疚。这么低的团费，居然能吃到这种等级的美食，后面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呢？而且给我们的用餐时间有够长，将近快3个小时，让我们慢慢吃，慢慢享受。
来这里就是享受这高楼美景配美食。这里的厕所里面也是一人一间，配备一个智能马桶，还连带有洗手台。哇塞，太高级了！吃饱喝足啊，吃好吃满3个小时，我们出发。我们的行程还有一个，就是去集美大学学村。晚上最后一个景点，集美大学前面的龙舟池。导游最爱排这种景点了，为什么？因为免门票啊，旅行社零成本，游览车一停，直接把你丢下来，免费放风。看看周围这些雄伟的建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加根风格。可惜现在是晚上，让我们在这边拍，顶多能拍到建筑很亮眼而已。晚上虾米拢看无，这就是个标准的零花费杀时间过场景点，随便拍2张就好。由于明天的行程要开始走购物站了，所以导游会稍微提到一下，顺便请我们吃梨子了。哇，我最爱吃梨子了。其实他们的东西好，产品好因为你产品不好，你再怎么赞助都没有用。它能够，我们所以明天我们去玩土楼有没有？回到厦门，我们回来会走一趟乳礁了大家先知道一下，行程其实蛮多的。晚上9点才到饭店，我们住在厦门集美软件园这里。不过这间饭店也是很有名的，前面就直接有捷运站。早上起床，你会看到一堆外地来厦门工作的人，骑着电瓶车停在附近去搭地铁。因为电瓶车要从外面进厦门，要绕一大圈，最起码要1小时半。终于拿到房卡了，这间美伦酒店大厅算气派，而且迎宾饮料也不马虎。各位，新饭店哦，好了 ，AI 来配音就好了。饭店开箱环节。门档搞笑，哇塞，这洗手台不错哦，洗手乳、润肤乳，有没有备品？都有，牙膏、浴帽、牙刷、梳子，OK， 正常，又是正常。吹风机在下面，先拿出来。体重计、防烟面罩，然后再来是防蚊灯，不行，很重要。来，干湿分离哦。马桶跟浴室是分开的哦，这样的互相可以用这样子就一个人可以在洗澡，一个人上厕所，这样分开比较好用。卫生袋、垃圾桶的袋子，各位听到没有？这个水压很强哦，好。它不是智能马桶啦，不过可以啦。看浴室，没有浴缸啦，就给你洗澡而已啦。正常吗？从这边开。右边调温度，左边直接出水。按错了，还好没拖到摄影机。随便来，沐浴乳、洗发乳、沐浴乳都有。画地垫。2张单人床。2瓶水。这是他们那个自产的店家配合的咖啡包，鲜咖啡不错吧？还有他们的基本的茶包都有，水壶充电，洗衣袋、洗衣服的，5楼也有洗衣服的地方。冰箱再给你2瓶农夫山泉，这大陆很有名的矿泉水品牌。单床，看一下床底有没有东西。床底是实心的 ，OK， 正常。
哇塞！好，台灯、灯源控制器、插座，台湾的插头在这边也可以用哈。来，经典的来了！哇塞！看这个 view， 这边是厦门软件园哦，那就是它都开发起来了，所以很漂亮。好，来看一下床软不软，硬不硬？偏硬啊！好，先搬行李进来，累死了。这间饭店设施算齐全，最重要的就是自助洗衣不用钱，而且机器洗饮是可以洗干净、烘得干的那种。健身房设施算齐全，而且都全新。最重要的是有室外景观。出去饭店以后，走几步路，因为附近就有一座商城，看是要喝霸王茶姬啊，还是按摩、吃饭，便利商店都有。其实现在晚上也9点了。除了便利商店，其他店该休息的都休息了。好了，各位晚安，我们明天见。早安，今天很早就要出发，8点准时出发。先来开箱这边饭店的早餐吃什么？相当丰盛，但我已经吃不下这么多，就请镜头前的各位闻香吧。先来讲讲我们今天的行程，因为我们今天就要去看华安土楼，要很早出发，车程会有相当的一段距离，起码要开2个小时。土楼参观完以后呢，就会风尘仆仆地赶回厦门市区，就开始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购物站啦——乳胶床店。购物站结束以后还没完，要去厦门双子塔附近看海，以及沙坡尾街区闲晃。接下来就去中山路步行街。最经典的观光客逛街行程，之后就去吃个晚餐，就要准备回饭店了，结束了这一天。吃饱喝足，我们出发。在路途中，导游除了讲一些历史典故，也会稍微铺陈我们之后会去的普洱茶购物站。也会去喝那就是普洱茶啊，被称为是可以喝的古董而且到近代这些年还一直能上到拍卖会的。就地重游啊，就地重游啊！从正前方的大门进去，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文化遗产华安土楼。很多跟团的旅客都会先在大门前先来张大合照，因为游览车无法直接开进去，我们转搭了园区的电动车。接着我们下车，跟着在地向导走。实际站在外面看，它长得真的很像巨大的导弹发射井，那种建筑的压迫感的确蛮震撼的。人都还没进去，在外面就会被推销农土特产。不过一走进去，各位画风突变，主要土楼的1楼满满都是卖茶叶和特产的摊位。这里的阿公阿婆会开始竭尽全力推销，通常那句来里面免费参观一下，就是他们破冰的起手式。至于要不要喝茶交朋友，就看你脑波够不够强，但基本上都是20人民币左右的小钱。交际一下捧个场也是说得过去。去家边腿吧，贝贝。这谁啊？在哪里？好吃就买单。这次带我们参观大土楼、小土楼跟方形土楼的在地向导真的很棒。必须说，每个向导的风格都不太一样，但我们这位真的是纯讲解零推销，非常细心的介绍了土楼的历史跟功用。完全没有用参观的名义把我们带去他家买东西。说实在话，这里就是个需要收门票、有点鸟不生蛋的世外桃源。但你看看他们的菜种得多漂亮，毕竟这里这么无聊，最大的乐趣大概也只剩种菜了。体验完这边特有的氛围，
我们就搭着电动车到土楼附近的餐馆。中午导游让我们在这边的餐馆用餐，体验农家菜。不得不说，只要是跟团到土楼这边参观，都会被带来这里的餐馆用餐，确实别有一番风味。我还顺手买了3公斤多的橘子，有够甜的啦，也才20人民币，反正吃不完。中午吃农家菜的时候，就顺便发一发，请团员们吃。吃饱喝足以后，就要搭电动车回到我们游览车的位置了。接下来就要准备回厦门了。下休息站上个厕所，这间也是厦门跟土楼来回的路上有名的休息站。各位，我们即将回到厦门，恭请导游训话。进购物站前的新站喊话，导游会在车上讲他带购物团的薪资结构跟购物站的退佣比例。假设我们消费人民币1万，他可以抽3%，等于300块这样子。只要有赞助的行程，我们就没有什么工资、底薪啊，能健保、社保都自己交，这个是大陆都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常规没有赞助的行程那个我们最起码一天是人民币500块，就相对比较稳妥。但是乳胶这里我可以这么说了，就算没有购物的行程，也值得什么？大家去买，大家去用因为它真的对我们健康帮助是非常大的但是这里还是当然鼓励消费的因为呢，你拿开支班或者有3%我们就是3%了。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不好讲因为行规就是这样子，也是透明的我们就是靠的就是这一个公司就是靠你的业绩网所以呢，有好的东西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站——乳胶床垫购物站。这一间在厦门自贸区很有名，已经屹立不摇10几年了。基本上任何到福建的低价团，不管是去湄洲看妈祖，还是去大红袍武夷山，只要是透过小三通来厦门的低价团，一定都会带来这里参观。这里就是卖乳胶床垫的地方。来，开场介绍，先暖场，讲个笑话。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国家自贸区，了解到的呢就是泰国的离子破包乳胶床上起居用品。那我是中方的工作人员，不是泰方的。对，因为很多人觉得我长得漂亮，他觉得你是不是人妖来的？不是人妖，而且再温馨提示一下只能看不能摸接着就是搭长长的手扶梯，让你有种好像要进好事多的感觉。他们员工早上都会拜这尊四面佛，祈求业绩。一进站就是先上厕所，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了。基本上都是这里介绍一下，那个介绍一下，接着就带我们进小房间开始上课了。搭配影片辅助，有够专业。这里就是介绍他们乳胶产品的地方，从乳胶枕头到乳胶床垫，甚至连石墨烯乳胶能量被都拿出来了。这边老实跟大家讲，乳胶床垫确实是好东西，但是在这边卖就变很贵而已。甚至石墨烯能量被宣称有能量与健康疗效，但老实说只是比较保暖而已啦。这位小帅哥，你帮我们把头发，我看你有点瞌睡，你上来，我请你睡个觉，当一下我的模特。很不幸的，穷鬼被挑选为本次乳胶床垫测试者了。这个鸡蛋有包袋子，你别烫。如果真的破了，我规定在衣服裤子上面，我们有做保护。一颗鸡蛋放在屁股，一颗鸡蛋放在它的背部，这就是人最重2个部位了，对吧？基本上就是测试床好不好躺而已，也没有什么在你底下放尖锐物来做测试，其实就是很一般的测试，最多就是用到鸡蛋测试而已，躺上去看鸡蛋有没有破。测试完以后就起身了，用爱发光健康度测试。只要灯泡有亮，代表你血液循环好。其实这没有医学根据，行销手法而已。厦门的老板怎么还在玩这一套？虽然这有点老套，但很多人还是吃这一套。讲解完，布帘一拉，真正的精神耗弱战术正式开始。我一直觉得他们提供的小麻花很好吃，反正就一直吃就对了。基本上这一站就是耗时间。像厦门低价团购物站，最起码待3个小时左右是基本功。我也会带基本的零食跟饮料在里面边吃边等。但我老实跟大家讲，这间我已经熟了，他们的茶在哪，休息室在哪，饼干水煮在哪，我都知道了，所以我都会去指定位置喝茶。你要喝水喝茶吗？虽然他们会跟我推销，这期间会出动导游、销售人员、销售经理来跟团员对话。我基本油盐不进，
反正就微笑点头，对，反正在差不多时间的时候就说不要，不需要就好。床上面叠了一个床垫，你们可以试一试枕头，床垫有给你送枕头跟被子，还有其他的。真的，就是他需要什么都有，床垫有，枕头有，被子也有。那你买个吧。如果说妈妈不要床垫的话，那你就给自己买个能量垫。就像他们一样，因为我们现在买能量垫的话也有送。我面前这位女销售经理很不简单，是这里的业绩王。这里一颗枕头5000，一张最薄的床垫45000台币。他们一组1个月起码要卖30张。偷偷跟大家说，我第一次来这里遇到的就是他，只是他没认出我。今天业绩王对上我，很可惜，只能吃瘪了。累了，倦了，就去上厕所或起来走走。反正你有回来坐着在那边听啊，就算尊重他们了。其实你也可以带 Switch 来玩。这一站已经有团员受不了买了。你讲越多，对方越多反驳话术可以来源。有的人讲太多，被销售人员论破，面子挂不住就买单了。也只有1位团员买单而已。基本上有没有人买我都无所谓，反正都是要待在这边等。这边没有强迫推销，就是销售人员、导游、经理对你轮番轰炸而已。主打的就是一个精神耗弱战术。这里茶水、点心都有提供，是还可以的，而且厕所也是随便你上。这一站也就快3个小时就出关了，我们出发前往下一站。穷鬼拿到的战利品，还有2个购物站要走，还没出手买的，导游这时还是会鼓励大家一下。所以没关系啊，我们后面还2站，我们后面再加油啊！我们该玩还是去玩啊，该吃还是要吃。现在眼前的这间祥鹿大酒店是台湾人过来开的，也都专门接待低价团。厦门双子塔演武大桥观景台，这里附近有个演武大桥观景平台，可以让人看看海，同时在这边也可以拍一张跟双子塔合照的照片。除此之外，在这边走走也很适合。同时这里也有百货商场能逛。基本上要上厕所就是进双子塔的世贸广场吹吹冷气之类的。这里附近也有个沙坡尾艺术街区，不过导游只给我们40分钟的时间。这里其实要给2个小时才够本，因为沙坡尾那边很多土特产能买。我坐飞机来双子塔按赞。时间到，各位，我们上车前往下一站。厦门中山步行街向来有盘子街的称号，这条街漂亮归漂亮，但其实中山有山多，盘子多，骗子多，套路多。在这条街走一走，有时会被奇怪的骗子缠上，有时走进一家店就莫名买了超贵的东西，有时明明看着明码标价，结账却完全不是那个钱。所以来这里最棒的玩法就是拍拍照、打个卡，沉浸式体验一下这里的商业气息就好。如果真的想吃吃喝喝，强烈推荐大家使用大众点评，它就像当地的酷狗 Map， 提前查一下评价，保证你少踩很多雷。不过说实在的，撇除这些套路，这里的南洋骑楼与历史氛围真的很美，这也是为什么它依然是每次来厦门都值得带着朋友来走走看看的好地方。这一站也就给我们1个小时而已，走吧，我们要去吃饭了。晚餐又是吃餐厅啊，真开心。这一间也是评价很好的餐厅，每一道菜都是特色菜，口味偏重，但还行，都能入口。而且都相当有货气 ，yummy yu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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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my。来，粉丝们先开动，吃饱喝足，打道回府。晚上回到饭店也快9点了，晚上住欢鹏希尔顿饭店，注意是希尔顿哦，这间可以称得上准5星，但还不到真正的5星级就是了。这间希尔顿位在厦门岛外的集美区。但请不要担心，
饭店附近不会很荒凉，有超市，走路10分钟就到了。先来开箱这里的饭店设施，这里的健身房设施还行，至少是新的。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免费的24小时自助洗衣，机器是有在维护的，而且很新，是绝对洗得干净、烘得干的那种。不过无所谓，我自己多花几十块人民币当小费，写纸条请饭店服务员上门清洁的时候，就会帮我洗了。我前几天的脏衣服都会洗干净收来我房间，还会折好放好那种。来大陆还是带点现金好使，就是用在这上面。基本上低价团的生态就是晚归早出发，给你住好的饭店又怎样？很晚回来，很早就要出发。但我们有个环节还是必须要做，饭店开箱环节。这间饭店只认饭店的卡，你插其他卡片是完全不行的。哦，水手台、洗手台，好正常。哇，有一片镜子，镜子还可以。这边有洗手的洗手液，小的垃圾回收桶，停机坪放手机的卫生纸。哇，备品。刷牙的梳子啊，简单的棉花棒、护理包、浴帽油 ，OK。台湾的插头也可以用哦。好，毛巾，来吹风机，来看一下吹风机好不好？飞利浦的吹风机哦。好，洗衣篮。来看一下浴室哈，哦，智能马桶，哇，还有壁画，好，可以确认水压是够强的。OK， 来看浴室，哇。不错，有花洒哦，莲蓬头。哎呀，有点尴尬，我到底要不要开？不然它上面先开怎么办？算了，我先试试看。哦，好，正常。OK， 好，沐浴乳啊，润发乳啊，洗发精有。洗衣袋一般来说都被你拿去装脏衣服的垃圾袋。哇，给你4瓶水，不错啊。冰箱空的，自己冰东西吧。这咖啡看起来也是很高级的，绿茶包、红茶包，2张单人床，那个床底下没东西，床底下没东西，好，可以 OK 了。软硬适中啊，比较硬啊，偏硬。哇，这边还有服务员写的小卡，哇塞，贴心啊！一张电竞风的办公桌，用的是网椅哦。没有了，布椅啊。这可以啊，这椅子够用，办公好用。长沙发，哇塞，拖鞋很有自己个人风格哦。这个也可以带走的啦。像这种有个人风格，应该可以带回去。这边有 USB 的那个插座，然后那这样可以用自己的充电器了。好嘞。
手拉窗帘。可以了，可以看到户外了，窗户不错了。好，先这样，我要把行李搬进来了。顺带一提，饭店附近的按摩跟 KTV 价格很不亲民，反正先这样吧。各位晚安，早安。第4天开始了，明天就要回台湾了。不过还好，这间饭店我们连续住2个晚上，今天还是住这间。先来开箱希尔顿饭店的早餐吃什么？如果各位是无肉不欢的，这间饭店的早餐就相当能满足你。不像台湾一些3、4星饭店素的跟什么一样。先来讲今天的行程。早上我们会先去喝普洱茶，反正就是卖茶叶的购物站。接着中午吃一顿饭，就会去国际00马戏城，那边可以看表演秀，还有动物可以看，是多合一的园区。然后我们要走最后一站购物站，蚕丝文化园区，卖蚕丝被的。最后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行程。我们在厦门的行程就结束了。好了，各位，我们出发，吃饱喝足，真棒！导游在车上送纪念品给我们，是刻有我们名字的可乐哦，是可以喝的哦。不得不说，导游在这时还算蛮有心的。当然了，要买这个普洱茶，首先要什么？有这个办公的工有口袋啦，因为金价不小但是呢，大家都可以跟着姑娘去谈，你买多买少，根据自己的条件去选择。当然你有条件，真的是可以买一组。普洱茶茶叶购物站，这一站导游在车上就跟我们打预防针了，同时也会兼讲解，带领我们进去讲解茶叶。我之前去的是普洱世家，这次来的是古树普洱，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老板啦。从导游讲解开始，我们就计时喽，各位。但是呢，你不要把它全部喝完，你要留4块下来。4块呢，时间只要一到就可以来换钱，不用再花钱。在展示区的介绍都是由导游来进行讲解，之后就会带我们进小房间，由销售人员开始讲解了。基本上就是跟我们泡茶聊天，顺带让我们了解什么是普洱茶。我们一路从田七花茶喝到普洱茶，销售小姐也会说他们有些人是云南来的，信不信各位自己决定。穷鬼是相信的，因为他们要讲自己是云林来的，我也信。那在我们云南当地的话，我们的是泡法的比较好，但是确确实实的话，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的交通没有像汉族这边这么的发达，所以的话，我们小朋友的教育是多少呢？它跟汉族是有一些落差的，所以我们出来的一些姑娘，她们会用到针体这个工作。溶解油脂实验，这边会示范用普洱茶溶解油脂给我们看，让你觉得我们喝了普洱茶，油脂就会不见。其实大部分的茶叶都含有茶皂素和茶多酚，就是一种表面活性剂，跟厨房洗碗精差不多。其实油脂没有消失，只是让你看不太出来而已。这边你就当作是看魔术，其他你自己去网路查。然后普洱茶叶这东西，他们会跟你说买了可以增值。我相信他们的茶叶是真古树啦。各位，现在有一种东西是工厂量产的台地茶，如果是台地茶，那这种东西的产量跟免洗块一样多。你什么时候看过免洗块放个20年会增值的？普洱茶确实能像艺术品一样炒作洗钱，但那是资本大佬的游戏。你花几万块买的茶饼，就像买了没上市的水饺，行家连看都懒得看一眼。你想高价卖人家不一定肯收，除非今天是郭台铭卖黄仁勋，卖东西的身份地位差不多才有可能。重点来了，他们说这可以当传家宝，结果你花大钱买回家，储藏空间又差，发霉了舍不得丢，放着又占空间，最后的下场往往是人走茶还在，后代子孙继承了你的茶饼，根本不知道这坨黑黑的东西能卖给谁，最后只能当一般垃圾丢进垃圾车。也难怪散户常常被大户割韭菜。其他的话，这样子大换1年人民币1000的，像这一种的这个10年的，那它人民币是1000的那如果说你们要拿这个金条的话，就是1条2000，但合同1个月。如果买一整组，然后今天的这个茶砖，那8条的话，它就是人民币16000。田七花茶1罐1500人民币。跟大家讲，其实他们有卖小罐的。再来就是普洱茶砖跟茶饼，
一个1000人民币起跳，但他们都是推套组，一套组1万人民币起跳了。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价目表，只有心中的价目表。我就这么跟你说好了，1000人民币的东西，它是可以杀价到400成交的。喜欢哦，那就去小房间跟他们销售员谈。讲真的，他们可以开发瓶装茶。如果今天有卖瓶装茶，我一定买，整箱买。人家农夫山泉旗下品牌东方树叶就有做到，青柑普洱销量就不错。讲真的，这一站算轻松，在小房间示范讲解结束，又各自带开去小房间进行推销。里面其实蛮舒服的，反正就当做咖啡厅一样。而当你决定进到小房间，就要做好被推销的心理准备。通常到小房间都是被认为是有机会促成业绩的客人。我要去续杯，等一下就过来。你知道在哪吗？左转呢？普洱茶是不是？是。你是在哪一天？我给你送过去。来，我跟你讲。反正没茶了，就去外面请他们续杯就好。因为你永远要记住一件事情：你虽然必须待在这，但你终究是客人。这么贵，多喝几壶你就赚了。不得不说，普洱茶又叫臭普茶，但其实那是早期台湾引进时储藏不当造成。真正没问题的普洱茶只会有沉香味，在房间内基本上就是瞎聊，偶尔又带回到普洱茶的话题。对啊，10几岁的都有啊，对吧？我们这边没有像这个有限制。那你们如果说今天有考虑的话，会比较说，你们平常有喝普洱茶的习惯吗？平常没有。都喝手摇饮。基本上后面没什么好讲的时候，就是僵持的局面。僵持到最后啊，销售员没什么好讲，还会请经理来帮忙破冰。你也可以带这个口感啊，营养价值也不同，你也可以带这一批，这个是2000块。催单环节了，问我们要不要捧场，从1盒降格到买几条捧场也好，摸一黑马后的环节。我是觉得，如果你们床上用品也没有考虑的话，可以少拿一点，相当于是说捧场。你们要不要拿个1条2条？这个我们今天喝的是看看。可是1条可以喝，我想要喝1条其实大陆人很干脆，你不要就直接表示不要，一直问东问西，他当然就是继续推销。讲真的，这里的销售员还是太温柔了。其实他们没有咄咄逼人，你爱买不买根本没差，而是因为有些团员被关在一个房间太久，就会产生被害妄想症，觉得是强迫购物。但其实只是你比较好讲话，面子拉不下而已。至于销售员为什么要一直跟你讲话，其实因为小房间都有监视器，会监视这些销售员有没有认真以外，还有销售员有没有乱讲话，以及事后被举报时，他们给旅游局证明说没有强迫推销。其实这些销售员他们也就是来工作的，爱买不买其实随便你不要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去伤害他们就好。这边我就感受不到大陆人的狼性，这销售还不错，没有死缠烂打。时间差不多的时候就请我们出去了，让我们赶下一个行程，差不多3小时左右多一点就可以出去了。这里提供的茶水是最顶级的，因为他们拿最顶级的普洱茶来招待我们也有小茶点能用。反正这一站就当作是来普洱茶版的星巴克休息就好。大家也都知道，大陆的购物站如果有人还有点买的希望，待在里面的时间起码就是3小时起跳了。这一站其实有人买，但只有1位而已。对了，这一间古树普洱还算不错。我这边一堆消费纠纷的观众朋友来咨询我都用微信跟古树普洱联络，他们都很积极处理，非常乐意退货退款，算蛮干脆了。古树普洱赞。走了，各位，我们来去吃饭了。长时间的喝茶，除了利尿以外，肚子也容易饿。我们现在就要吃中餐喽！这一餐一样是吃有名的海鲜餐厅，赞啦！待会吃饱以后就要去马戏城了，挺开心的。不过我们团员吃饭都开心不起来，一直有人问购物团的规则是什么，我都不参与他们话题。他们心中的答案很明显，比我清楚了吧？是算人头。那像带这个8人团的，这个人怎么赚？怎么样也没办法赚。吃饱喝足，国际00马戏城。今天我们来到行程中的亮点
国际00马戏城。这里入园跟看秀，一个人就要1000台币，也是不便宜。很多人会问，为什么特别冠上国际2个字？因为你进去就会发现，这里的表演者多半是来自国外，算是非常有国际接轨的架势，所以几乎所有来厦门的旅行团都会安排来这里。整个园区其实非常好逛，它结合了主题饭店、动物园和马戏秀。动物园的种类超级丰富，有灵长类、白老虎、长颈鹿跟爬虫类。光是带小朋友在这边看动物，就可以玩上一整天。不过，动物在这里其实只能算配菜，真正的主菜是他们的马戏秀。一开场会先来一段经典的拱胸火舞西刚，由国宝大师现场写书法、卖字画，这也算是蛮特别的在地文化体验。正戏开始后，先由小丑出来暖场，接着一路从动物互动、人体体操到惊险的特技杂耍跟魔术，足足1个半小时的表演，几乎没有冷场，惊奇连连。由于皮塔动物组织推广预算没有给付到大陆这集，下集清迈我再来喊一下。看完出来，我心里只有一个感想：好险现在不是假日或寒暑假，不然以这场秀的精彩程度现场绝对会挤到爆。今天这样的人潮跟观影品质，真的是赚到了。基本上不会给你太多逗留在这边的时间，因为下一站就要进购物站了。好了，各位，我们要走最后一个购物站了，我们继续一样，恭请导游训话。这团业绩我走了2站，实在是太难看了我也是实话跟他讲，但是我跟他说了，这是我们也是一个好客人业绩是很重要的但是大家知道，其实我们走了2站也许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也没有要求大家说跟3站都要买，一定要买到多少，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谢谢同样我们这个行程大概应该在25000左右台币了我也不会说因为前2站业绩不好就骂人说难听话摆脸色但是确实对我来讲业绩很重要，因为什么公司它不是看业绩我们如果说业绩不要说赚多少钱了这个这么好的狮头产品真的你是值得拥有的其他呢我也不多讲因为确实也就只有这一站了好啦，希望大家买得开心，好不好？穷鬼绝对不会让导游失望。这边很无聊，我们就略过吧。各位，这一站就是蚕丝被购物站，惊吓的魔王站。接下来我们一起进站停课，计时开始。一进到购物站，我的摄影机就会自动打开，真的是好恐怖的灵异现象哦！怎么会这么奇怪嘞？这间在老院子附近，很多低价团看完闽南传奇秀以后，都会被顺便带来这边停课。反正起手式就先由我们的销售员先自我介绍一下。那么首先非常欢迎各位贵宾来到锦丝湾石头文化展示中心来参观，大家下午好。比起上海的蚕丝被工厂可以自由参观摄影拍照，这里就显得比较小气。基本上这边也是没有大型机具以及厂房设备来证明说蚕丝好不好，但这边的布置很像博物馆，很像有这么一回事的地方。所以听完销售在外面的讲解以后呢，我们就进入 VVVIP 小房间，开始这次的示范。一开始呢，会先教我们做蚕丝的辨别。各位，我们开始咯，经典的蚕丝被摸一摸环节，好好摸，摸好摸满摸爽，耶！可惜这位销售铺背的张力不够，没办法给他加分。但是他边铺背边讲这款蚕丝被款式的寓意跟吉祥话，口条不错，加分啦！紫气东来，银子入宅，好运常来哈！水事件套，价格人民币23800块钱。示范结束以后，
正式进入销售环节。蚕丝被4件套，从2万人民币又到1万人民币，等于这一站你没掏出1把块台币下不了妆，等于这一买，这价格都能让你去报名日本藏王树冰顶级温泉游5天4夜了。讲到价格，大家就安静，我就感觉不太对劲了。但是我们团购好沉默，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讲。这边先讲，销售人员都很客气，但因为是最后一站，导游如果前面业绩不够，就会把所有时间堵在这里。但你就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可能会很久。我送各位一次学，耗时间的耗，所以我就直接预言了3个小时才会出站。至少要到7点半或8点，现在才1小时20分钟。看你要怎么闪躲飘，随便你啊，尿遁也行。1、2、3、4、5、6大样，6大样东西1万块人民币。好，我先上厕所了。你如果回来坐在那边听哦，基本就是100分。先喝水休息一下，好险我有自备干粮。然后说谈生意跟谈恋爱差不多，有想法，看这一点我们要讲出来，要表达出来嘛，对不对？论就是没钱。这边不会强迫你购买啊，顶多就是换个话术，叫你捧个场而已。对你来讲，已经真的就是说捧个场多买的，不是因为家里没有了才能买的。所以如果你要，可以去跟领导讲。基本上销售人讲完你不买，通常导游就会出场。全团只剩下穷鬼本人没买而已，所以团员被推销的时候，他们就有人指责我说：“那个弟弟还没买，你去跟他推销。”没错，我现在千夫所指，这就是团员人数少的魅力。你可以不用堵在人群里面了，因为有的人买了，剩下你没买，全团就会把压力堵在你身上。其实也无所谓，这时候换做一般人，可能就会心里好惭愧，没买好像愧对天与地和爸妈，鼻子摸摸，头洗洗就买了。但你要想哦，一套蚕丝被4件套，4万台币起跳，这几天就算一直降又送东西好了，最终敲定的成交价也是要1万台币起。而且销售人员基本不会拿便宜的出来卖，一定都是拿对他们业绩最有利的，价格也是销售人员喊的，不是他说特价你就觉得赚到。所以蚕丝被的价格其实也很自由新政，没有一个价目表能参考。重点就是你有没有需要，如果不需要，干嘛买？又不是100块，100块我直接买10组。那大家这样子吧，因为我确实也需要这个成绩了啊，但是我很有诚意啊，希望大家能够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好的东西，买到更多的产品。好，这样子大家听我说一下，因为前面2站你看，第一站是我们陈大哥嘛哈，买了一个那个能量垫嘛哈，4000多嘛。通常导游出马催单，直接带动气氛，代表他急了。不然一般来说，购物站都是由销售人员在带动唱而已。其实他今天纯粹想做业绩，也很简单，直接把买蚕丝被的钱找一个人当人头买就好，看后面要退货或还你都可以。结果还是要大家出钱，当然是不可能。大家就是继续干耗着，你看我，我看你。其实他们讲这么多，我也不见得会鸟他们。不然这样，各位观众，你们是不是有人觉得导游很可怜的？觉得可怜的，其实你可以寄电子信箱给我，我把导游支付宝连结贴给你，你去支持他一下。不然你底下留言赞助我，我也可以帮你把台湾的爱心送到大陆。而且其实这里是我们大家该花的钱，特别是这个帅哥，这抓你怎么谈呢？我们的导游会把所有责任都怪在没买的团员身上，说因为他没买，大家不能早点出去。然后有些团员信了以后就开始责怪你，但林北就是不想买，因为我不需要，不买就是大家一起陪我待在里面慢慢等。可以看到现场大家都累了，在购物站无奈的打茫，大家涣散的眼神，期待着能有一位救世主出现，买吧，拜托有个人出手买吧。这种感觉就像有人必须被献祭一样。但其实你但凡有一点 gas， 你就直接从大门走出去。我刚才从那个购物站溜出来了，我看他们好像还要待比较久的时间，所以我自己先去附近晃晃好了。所以我走出去晃了差不多30分钟才回来，这才发现大家都在找我。导游最后把希望赌在我身上，我直接拒绝。老实讲，后面当你不买的时候，导游基本上就破防了，导游就会一直对你碎碎念，这期间也许还会对你有一点期待。可能见你有一丝买的希望，
又会好言相劝一下。但我不吃这套 PUA 手法，所以我要学习台湾汉女精神，拒绝 PUA。因为我们这个团他要先付一笔钱，如果我们都没买，他等于白做工。所以等于这一趟，这位导游他是花钱招待我们来玩，还陪我们玩这样。但讲真的啦，没人逼他来带这团，也没人逼他要当导游。直到我明确说不会买后，导游就对我说了一句：“你嘛卡差不多欸。”从他破防时开始，就一直对着我碎碎念。天哪！虽然我很爽，但我又不能笑。不过各位，不是导游念完就没事哦。来，让各位见识一下什么是低价团的七宗罪。帅哥，你更几行啊？啊？随便挑一样啊。哦。啊，快点啦！你不要让人家导游这么为难嘛。对啊。你就随便挑一个啦，啊、要不然那个最便宜的，那个什么，这一种，不知道哪一种，最下面的100块吗？我不知道多少。100块我可以接受。在这种密室逃脱般的购物站里，有一种人最可怕，不是导游，不是领队，而是被氛围逼到极限的同团团员。像这位阿姨，前几站她自己已经掏钱买了，到了最后一站，她看我一直没动静，跑来问我，期望我也跟着买。好让大家能解脱，早点出站，对他印象超级深。前几天他还在那边焦虑地到处问导游和其他人：“购物团是一定要买吗？”那时候他唯独没来问我，因为他看我这副样子，大概以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团的社会小白。何况我又长一副白痴大学生的脸，北七歹还心啊！他看我平常笑笑的，超级好讲话，以为随便塞个几句话我就会乖乖掏钱。结果在这最关键的环节，我直接让他跌破眼镜。阿姨，在你面前的是参加很多次低价团的穷鬼，但阿姨你没有错，错的是这种销售环境跟压力足以使所有人行为失常，把你的求生欲都激起了。姐，你别当安尼讲啦。让你知道了，现场给你补6千，你就看你敢不敢来。好，我知道了。真的啦，你妈妈这次这样做，我觉得是真的有点，你妈是故意不来的。她真的很没办法，你打电话问她，她真的是没办法。啊，你自己来你都知道，啊，你不是也上班了吗？买床被子这么难，两万块呢。啊，你明明知道人家这个状况。你不会觉得拍谁？不晓得。现在知道了吧？现在还不晓得吗？知道了吧？不知道。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不是，你现在知道说这个团队的行程，就是把钱拿来买东西啊，就是本来要付的团费。就没打算说顺便也买一买东西。不晓得。你现在就不推256。最可怜的是我们的台湾领队，虽然有压力的是导游，通常大陆的购物站这团业绩不好，购物站销售跟大陆旅行社会靠北导游，然后导游压力就很大，因为导游回去也不想被骂，就必须将压力连带转嫁给台湾领队跟游客。在后面几天，我们领队跟导游开会还有吃饭的时候，几乎都被念，像是有没有跟团员建立观念啊之类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过什么叫做最没尊严的台湾领队，所以领队把压力丢给我的时候，我是觉得无所谓，反正就配合就好，没办法，谁叫我是最好欺负的？反正被念就当享受另类情绪价值嘛。这时候其实我还蛮兴奋的，不用花钱就能体验到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你去外面都是算小时要收费的。台湾的领队如果带过这种团，成长会很快。如果带到变老鸟，还被分来带这种团，那简直是种羞辱。有些领队在台湾带国内团，可是被众星追捧的，结果来这边直接被大陆导游看水小。收小费啦！对啊，收小费了。被导游念，被领队念，被团员念，达成白金成就，3人同时破防，这种被围剿的感觉实在怀念。我回想到我小时候也是这样，你什么都没做，就被同学、师长、父母莫名当狗骂。我要送你啦，升华了。在购物站只要不买东西，什么都不用做，他们自己就会来念我。但讲真的，这边很自由，
你想上厕所就去上，导游也不会挡，他们也不会挡。你想跑出去就跑出去，导游也不会挡，他们也不会挡，只有你敢不敢而已。我可以保证，里面没有强迫推销这回事，但就是会被阴阳一顿，不痛不痒蚊子叮而已啦。最后僵持的结果就是待了3小时又多一点，也晚上快8点了。这一站最后只有1个人买，原本破万人民币的蚕丝被销售员降到4700人民币，导游还倒贴700，让对方只出4000。至此，这趟旅程的购物站全部都结束了。好，我们准备去吃饭了。这一间也是经典厦门团客海鲜餐厅，我必须说这间菜煮得很棒。那你必须正常时间来，像是中午跟下午，但我们已经是晚上才来吃饭，人家都要收了，所以有人觉得卤肉酸酸的，所以这一餐叫做5糖号勾点后。天哪，我们团员怎么每个都满面愁容，吃饭讲话完全没有出来玩的欢声笑语，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笑？我直接被团员当明星了，直接被台式春8分。不好意思哦，一杯不买最大。这一餐只有我吃的最香。我的观念才会觉得说，吃饱喝足，大家没心情吃了，剩超多。在车上购物的时候，导游基本都已经把我当隐形人了。他在卖东西的时候，基本都会跳过，因为我不会买。没想到我解锁了导游的另外一面。没错，我被放置play了。车上卖的东西基本1000台币起跳，都是些零食以及伴手礼之类的，或者珍珠糕。回到饭店后，先带大家走穷鬼版自费行程。但我们这团还是有正常人的。在最后一天待在厦门的晚上，我们约出来按摩。结束了高压的行程以后，迎来了放松。各位晚安，我们明天见。早安，今天很早就要出发，多早？早上6点半。饭店早餐都是7点才开餐，所以连早餐都是饭店看我们可怜，6点半勉强开放的。而且我们的领队有争取一点时间给我们吃早餐，争取多少时间呢？大概就只能草草吃15分钟而已。不过到了码头以后，导游还是有把台胞证以及船票发给我们，送我们回金门。只能说尽责，相当的尽责，但很可惜，他因为让我解锁了最美的风景，我只能远处挥手跟他道别。各位不妨多多观察那些来厦门低价团的旅客，前1-2天在玩的时候都会拍合照，最后1-2天走完购物站，基本都不拍照了。到了金门，团员的脸色才舒缓开来，因为他们觉得终于离开了厦门那恐怖的地方。回到金门以后，就由金门导游带领我们这趟旅程，金门机场到金门码头的来回接驳巴士，基本都是他们赞助的。听到金门导游那熟悉的台语口音，我们这才放下心来。10几年无看的，当然嘛爱欢喜。对，10几年无看啊，对。我们现在开始要走经典的金门3站，圣主食品。卖牛肉干跟伴手礼的圣主食品是金门最大咖的牛肉干跟贡糖品牌，跟团来金门游览车必到的站点之一，也是机场以及码头都有插旗的地方。他们试吃给的都很足，也没怎么强迫推销，这点我必须给一个赞。虽然贡糖品牌还有曾经符号跟金瑞城就是了。酸痛贴布各位知道吧？大家说到金门一条根的时候，就是会想到这些。跟团来的游客还是要进站听听课，还送免费肩颈精油按摩，给你精油自己按摩，爱买不买随便你，10分钟左右就能出来了。像这位就很豪爽的说，时间到，大家可以自由出来了。自由出来，连一条根泡的养肝茶也随便我们装，他们的茶都是温温的，保特瓶也能装的那种。每人还送1条小药膏，真爽！反正卖的东西价格比厦门导游车上的还便宜。福州1条根，赞！马家面线，来金门一定要买面线，1包200起跳。嫌贵你就去买福禄寿，不错啦。从外面看装潢很棒，厕所也干净。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人少，只有煮1锅就不足，因为真的很好吃。这样吃其实不够，如果酱太咸，也有煮海带汤给我们。面线搭配他们家的酱，吃起来很刷嘴，只有1锅吃不够啊！走完金门的3站购物站，就回机场，准备搭飞机回台湾本岛了。这趟行程包船机票不说，还住到希尔顿饭店，体验到土楼景区 W 饭店自助餐。先行旅游真的是低价团业界佛心，低价又安排吃这么好，住这么好，
而且还有旅游契约保障，还送护照套。讲真的，四面难找，而且不会因为购物站不买东西就把你们丢包。老实讲，这就是低价团的魅力所在。住的确实好，但是你能在住的地方待多久，也就睡个觉而已。就像我今天安排大陆人参加台湾1000元低价团5天4夜，全程安排住圆山或凯撒大饭店，但是我们每天晚上10点回饭店，早上6点半出发。所以我个人认为，游玩时间假设8小时，但我们待在外面的时间就超过12小时，心情哪会好？更何况去购物站买东西。别人去参加低价团都是夫妻、情侣带朋友、家人一起去，他们还有可以互相倾诉的对象。我没有，我是孤狼，所以算是单人无损通关。但我算是作弊，因为之前就知道答案，但不知道的人来参加这种团，十有8九必买。所以低价团能不能参加？可以。所以低价团的购物站要不要买东西，你们自己斟酌。但无所谓，因为我把它当大胃王挑战赛，1000元就是我的报名费。所以穷鬼，你到底在开头买了啥？对吼，差点忘了，穷鬼终究是买了啊！吼，我们还是来到大陆参加这个低价团旅游哦，毕竟还是要支持一下大陆他们当地的一些民生产品啊，还有购物站之类的，所以我买了。靠北，我买了这个。这是我在大陆爱回收平台购买的笔电。爱回收不仅能让你卖自己不要的手机跟笔电，还能购买优质二手产品。二手商品都会标示产品质量跟检验结果，而且退货容易。我买的这台笔电是华硕的天选系列，用的是 i9 的 CPU，RTX 独立显示卡，容量有1TB 跟32G 记忆体，95成新，26000台币。爱回收下单以后3天内就寄到我住的饭店，饭店会代收，而且还在国际保固内，回台湾也适用保。不过大陆的笔电用的是强制性简体中文系统，无法更改语言，所以一定要带回去做系统重灌、驱动重新安装，以及做键盘注音贴膜或雷射雕刻，最后重新做个风扇清洁以及上散热膏就好咯。重点来咯，像华硕这系列，你拿回台湾即使不需要了想卖掉，降个1-2千就有人抢着收。CP 值很高又环保，所以我选爱回收。所以开头我就说了，我买的东西根本超过团费。结论就是我赢了，我是穷鬼。我们下支影片见，厦门过瘾。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第一天机场集合那边。其实，在来之前，我们的台湾领队在机场才说这是购物团，怕我有压力，要把省下来的团费拿来买东西，还跟我说这价格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这购物团来参加人大概就知道，就是说就把这个长假拿来买东西，然后等于是一个双赢的一个那个，对。但是你这样子的话，这压力就很大了，两个人的就那个。对，我就想说，你妈妈会跟你讲啊，怎么会让我一个人来？我知道啊，